男人开局觉醒了最垃圾的 F 级天赋，但却在抬手间挡住了惊人的攻击，下一秒瞬间将他的拳头捏碎。然而不久前，男人还被称之为脚夫，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帮人拾取战利品的苦力。此时这个世界在发现深渊后彻底改变了，在这个空间内出现了只有在幻想里才会出现的魔物，但同时人类也觉醒了超自然的能力，这也成为了评判一个人的标准。等级越高，生活越优越；等级低，就只能在底层生活。而男人却是连天赋都没有觉醒的废柴。35岁了，也只是一个为其他觉醒者背东西的脚夫。等他从思绪中回过神时，惊恐着看着前方，霎时间所有的玩家已横尸遍野。突然，男人背后出现了一个魔物，男人在他眼前犹如蝼蚁一般。3S 级魔物亚斯马提，男人还想着奋起抵抗，可凡人之躯怎能比肩神明？亚斯马提只是轻轻抬手，男人的手臂瞬间被击穿，接着一道闪电贯穿他的头颅，自己那不堪的过往如跑马灯般浮现在脑海。一辈子只能当被人瞧不起的非觉醒者，这该死的人生！下一秒，玩家满足所有觉醒条件，时间开始了凝固，灵魂脱离了本体。黄金天梯之上出现了一个圣洁的男子，男人惊恐着看着对方：“你是谁？”其他人都叫我君王，但你不用在意这个。现在开始，我将赋予你全能。男人却不知道对方到底在说什么，是他把亚斯马提变成这样的人，太多疑了也不好。我只是被你的意志和任性折服，所以选择了你。慢慢等待时机，你将会明白这一切。那就再见吧，我的钥匙。接着一个巴掌就朝男人扇了过去，不听话可是要挨揍的。男人竟回到了高中时代，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全能？姓名金泰贤，年龄19 ，F 级技能50。男人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，自己居然回到了16年前。下一秒就一拳朝着黄毛砸去，黄毛直接倒飞了数米。男人也终于成为了觉醒者，小弟发动冰火技能冲了过去，却被男人侧身躲开，接着就是一记上勾拳，顺势将另一名踹飞。在这35年里，男人从锻炼最基础的体能开始，掌握所有关于深渊魔物的各种知识和技能情报，甚至是战斗技巧。眼前这种连基础训练都没有的小混混，男人轻松应对，只用了1秒钟，两人就躺在了地上。我还没有出力，你们就倒下了。此时刚刚的黄毛也站了起来，发动石化技能。你这个混蛋，你死定了！下一秒，一只拳头就向他砸去。想不到虽然石化，但速度并没有减弱。黄毛双手合十，一跃而起，地面瞬间被砸出了个大坑。本着有烟无伤的定律，男人出现在他身后，一记直拳砸了过去。黄毛却是不躲不闪，毫无在意，反而是他自己的拳头受了不轻的伤害。接着黄毛又是一拳，直接将他击飞数米。男人伤痕累累地看着前方，难道低级玩家真的打不赢高级玩家？原来从跟普通人的 F 级开始，到被称为怪物的 S 级。觉醒者的身体能力和技能威力呈几何形式提高，期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，但眼前陌生的技能和最弱等级却让男人觉得可以跨越这个距离。接着以男人为中心泛起了红色魔力漩涡，可魔力并没有按照男人的意志行动，检测到实质皮肤技能。见状，黄毛再次袭来，男人只是单手轻轻一抬，瞬间便化解了攻势，接着单手一握，魔力开始笼罩着两人。黄毛的实质皮肤开始掉落，天空都为之变色。等平静过后，黄毛已昏死在地上。你已完成了捕食，你的等级升至1级，新的技能实质皮肤。男人明明觉醒的是最弱的 F 级天赋，但却是从未出现过的捕食技能。3个小卡拉米不知死亡的冲了上来，男人直接发动捕食掠夺技能，天空都为之变色，实质皮肤技能掠夺成功。片刻过后，校园医务室内，金泰贤好心的将3人抗了过来，因为走楼摔倒了导致成这样。美女医生当然不信，但还是用治愈术帮金泰贤治疗。回家途中，他思索起刚刚的战斗，自己前世并未觉醒过任何技能，此时却发生了变化。虽然是 F 级技能，但威力却超过了 C 级，甚至可以窃取自己打败的对手的技能。君王的全能到底是什么？他到底又想让自己做什么？但现在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做，可以再次见到自己的家人。推开门后，金泰贤却是一愣，自己的表弟黄在英竟和小混混在一起。带头的黄毛轻蔑地走了过来，如果你不想被打就不要介入，只当做没来过。可下一秒，一只拳头就出现在他眼前，瞬间就将他打倒在地，接着发动捕食技能，可却没有任何反应。捕食技能不可使用，场面一度陷入尴尬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只拳头砸了过来，抓住机会的3人瞬间发起攻击，捆绑、毒素、尖刺3种技能同时向金泰贤攻去，烟雾瞬间弥漫了整个房间。一个未觉醒者还敢那么嚣张？本着有烟无伤的定律，检测到技能发动，一种神秘力量抵挡攻击。金泰贤邪魅一笑，还以为捕食技能不起作用，下一秒再次将黄毛击倒在地。实质皮肤技能确实很强，片刻过来，众人便纷纷倒地。现在金泰贤也明白了2件事情：一是只有觉醒者才能看到状态窗口；2是捕食技能属于被动技能，除了魔力之外，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它的使用，但状态窗口并没有说明，只能以后再慢慢确认。突然，黄在英跪了下来：“我已经在反省我的行为了，请再原谅我一次。”可金泰贤并不想管这个事，反而有点不耐烦，因为当前的最紧迫的事情并不是他，而是即将打开的异世界之门。
因为有件事情需要用到他的技能，最后还是原谅了他。另一边，深渊之门已经打开，如果放任不管，将会成为地狱级灾难。距离上一次传送门打开已10年之久，所有怪物蜂拥而来。旁边的控制员提醒，需要赶紧撤离附近的居民。眼镜男却是表现得非常淡定。这扇门的等级仅仅是 C 级，这意味着从大门出来的最强怪物也只是 C 级，即使发生其他意外情况，作为 B 级玩家的眼镜男也能轻松解决。另一边，金太佑两人还在赶往异世界之门所在地。这个传送门的初始状态预测是 C 级，作为 B 级的控制人员，面对 C 级对手不会有任何问题，但前提是他真的是一个 C 级传送门。这话让黄在英大惊失色。另一边，魔物已横尸遍野，可让眼镜男在意的是，为什么 C 级魔物能够穿透自己的 B 级防护罩？难道还有更高级别的魔物？这一猜想让眼镜男面露惧色。突然，更大的魔物从门内涌出，三人不可置信地看着上方，在他们面前，自己仿佛就是蝼蚁，竟然是一级魔物。随着魔物一声怒吼，三人瞬间化为了灰烬。与此同时，黄在英非常好奇金太佑怎么知道这一切。金太佑解释说是直觉，对面跑来了被无数魔物追打的居民，这让黄在英脸色都变了。但金太佑还是让他去做刚刚安排的事情，而他要去做他该做的事。另一边，一座高楼内，长发男正在讲述着当前的形势。被认为是 C 级的传送门，结果是 A 级的，因为其他人都在忙于征服下城和探索深渊，现在就只有你 A 级玩家安贤秀，技能疯狂之刃，但却是中二病属性。与此同时，金太佑正在抵挡魔物入侵，此时他终于明白影响捕食技能发动的因素。男人本是最垃圾的废材，觉醒的更是最弱的 F 级天赋，此时却以一人之力抵挡了魔物的入侵。玄太佑也终于明白了影响捕食技能的因素，那就是疲劳度。使用技能需要大量的魔力，但也并不是说只要有魔力就可以使用，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疲劳度，疲劳度高于某个阈值将无法使用。自己的捕食技能的阈值则是 70%。此时玄太佑正在吸收魔物的尸体，只要捕食完成就能恢复魔力，等级更是从1级升至 D 级，只要不断捕食将有可能晋升为 3S 级。就在准备前往与黄在英会合时，安贤秀此时也及时赶到，仅仅一招光剑十字斩，轻松将级魔物斩杀，更是激发了他的中二特性。但金太佑很疑惑他为什么会在这里，前世的这个时候他应该在城市的另一边战斗，不由猜测是不是因为自己的缘故改变了时间线。就在此时，突然感应到技能，安贤秀就被一把利刃贯穿了身体。安贤秀，终于抓住你！另一边，原来金太佑安排黄在英的任务是将医务老师陷入昏迷，并带去隐蔽的角落远离战斗。在前世他并没有躲起来，而是为了救人惨死在魔物手下。这一世金太佑绝不能再让此事发生。黄在英的梦游技能刚好可以用上，他很疑惑自己的表哥为什么会知道这些事，突然灵光一闪，难道觉醒了预知未来的秘密？这个想法一出，自己都吓了一跳。与此同时，背后伤人的人影也慢慢显露出来，原来是 B 级魔人韩上道，技能隐身，狩猎开始有点意思。那些专门坏事做尽的觉醒者也称之为魔人。韩上道就是在异世界开启之时专门以杀人为乐，但在前世中两人并没有交集。此时安贤秀忍着伤势是要斩杀眼前的魔人，旁边的骚动却让两人停了下来。刚刚倒下的魔物竟重新站了起来，两人不由惊叹及魔物的治愈能力。眼看魔物一拳就砸了下来，躲开攻击的韩上道就想逃离这里，突然他眼神一变，终于发现了旁边吃瓜群众的金太佑，恶心的舔着利刃，猎物越多越好，说着就朝他冲了过来，表情也变得越发狰狞。金太佑不躲不闪，利用实质皮肤抵挡攻击，接着就是一记鞭土，韩上道直接倒退了数米。他也没想到眼前的男人竟是觉醒者。金太佑不紧不慢地走了过去，用隐身技能杀人的疯子，正好让我碰上。实拳与利刃接连相接，金太佑利用实质皮肤的优势抵挡攻击， D 级玩家与 B 级玩家也可以打得有来有回。韩上道此时却停下了攻击，以为我的攻击对你无效，你就可以获胜了吗？但是每个技能都会有弱点，说完就原地消失不见了。等再次出现时，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，手臂瞬间被划出了一道血痕。金太佑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伤口，接着韩上道的攻击如雨点般向他袭来。当弱点被曝光之后，每个人都会急忙逃离，在死之前好好记住，所有技能都有弱点。所有技能都有弱点，男人原封不动地将话还给了对方。原来实质皮肤并不能完全抵挡住攻击，攻击超过石头的承受范围就会破碎，而新长出来地方就比较脆弱。韩上道也发现了这个弱点，所以专门攻击一处，但金太佑毫不在意，只是拿他当测试自己肉身强度的对手。韩上道还以为他被打疯了，再次径直冲了过去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见你吗？这话让急促中的韩上道一愣，因为我想得到你的技能。随后身后便出现一道虚影，一股力量将金太佑包裹着。韩上道感受到了强大的凶恶魔力，这小子刚刚居然一直在隐藏实力，但对于他这种杀人如麻的人来说反而有点高兴，以为隐身之后金太佑就奈何不见他。见状，金太佑双手凝聚魔力，从刚刚吞噬魔物时他就发现，即使有些魔物从眼前消失，
最后依然被捕食到，所以金太佑无论怎么隐藏行踪，最终都无法从捕食手中逃离。另一边，安贤秀已精疲力尽，倒地不起，巨大的一级魔物站在他眼前，举起拳头就行要朝他砸去，地面瞬间被砸出了一个大坑，烟尘消散后却空无一人。原来金太佑及时赶到，带他躲开了攻击。此时安贤秀也陷入了昏迷，捕食技能再次发动，转眼间天空也恢复了平静。新闻报道着此次事件，解除异世界之门的警报，生活也恢复了正轨。安贤秀成为了此次事件的英雄。新闻对金太佑只字未提，这也是他所希望的。此时的金太佑有着捕食、实质皮肤、隐身多种技能，对自己分能力充满了自信，但以当前的魔力根本无法同时使用3种技能，随意使用只会增加疲劳度，得不偿失。当前解决办法只有魔法药水，一种可以补充魔力、恢复疲劳度的药剂，但是价格却是非常昂贵。而挣钱的唯一方法就是狩猎魔物，可狩猎需要法律许可，甚至没有技能登记也是不允许的。但由于本身技能的特殊性，所以金太佑根本不可能去登记，只能通过寻找一些未知的副本提升实力。以现在的实力，面对 B 级魔物蜘蛛女也能轻松取胜。B 级魔物虽不能提升等级，但如果吞噬数百只，或者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话音刚落，周边的魔物仿佛受到了污染，口中凝聚蜘蛛丝，对着金太佑喷射而出。可他并没有任何动作。就在他们以为金太佑被麻痹动不了时，一股未知的力量抵挡攻势，瞬间将他们笼罩。下一秒，惨叫声不断从洞内传出。完成捕食，登记新的技能麻痹。另一边，H 国玩家协会3巨头正在商讨恶性公会事件。在这个世界，为了探索深渊，完成副本任务，管理在法律的许可下正确使用技能的觉醒者，在 H 国有着5个核心点，包括战斗型的温三迷宫、制造的炼金术师、擅长魔法的黑魔导士、负责收集情报的夜行者，还有管理玩家的官方机构玩家协会。眼前正是夜行者工会会长 S 级玩家刘亚英，玩家协会会长池振西。池振西开门见山说道：“关于恶性公会，你们有什么线索？”恶性公会顾名思义就是由穷凶极恶的觉醒者组成的犯罪组织。公会成员戴着刻有3只骷髅头的戒指，两人交换了已知情报。突然，池振西一顿：“你觉得高中生能跟魔物战斗吗？”与此同时，一个人影坐在魔物的尸体上，背包已装满了晶体，正在通过手机联系上了炼金术师公会。我想买点药水。男人本是公认最垃圾的废材，此时却是能力值最高的天才高中生。异空间之门事件造成了停课7天，金太佑也在这7天里一边锻炼体能，一边寻找未知副本打怪升级，得到了数以百计的魔晶石，俨然成为了炼金术师的超级 VIP 客户。但宁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，由于他并没有去登记天赋，众人并不知道他是否已经觉醒，只知道他打赢了校霸裴鹤秀，是件别人想做又不敢做的事。说话间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来人正是裴鹤秀的背后大佬李正宰， S 级觉醒者，泰山集团的财阀3代，泰山高中的大佬。自己的小弟被打定不会做事不管，前世仅仅只是因为金太佑为非觉醒者，就处处被刁难，更是指使裴鹤秀折磨金太佑。我知道你干掉了裴鹤秀后趾高气昂，但是你最好看人下菜碟。金太佑第一次碰到 S 级觉醒者，不觉又惊又喜，就是不知道和自己的捕食技能相比哪个更强，手中不由自主凝聚魔力。突然，一个长发少女打断了李正宰施法。与李正宰齐名的天才少女 S 级觉醒者林雅英，有钱人家的大小姐，下一届新星第1名，性格却是非常耿直，做事绝不会退缩让步。请你离开这里，否则将强行请你出去。此时金太佑反而成为了吃瓜群众，战斗一触即发，李正宰却转身就行离开。我不想跟你打，你以为我会这样说吗？话音刚落，手中瞬间凝聚魔力火球，眼看火球就要砸了下去，广播突然响起，学校大讲堂举行玩家协会主办的会议，所有学生马上到会场。李正宰也停止了手动动作，看了一眼林雅英，便转身离开了教室。林雅英还以为金太佑会说声谢谢，可一转身人早已不见了踪影，自己就像个傻瓜一样。大会堂内，玩家协会人事部部长高太旭说明举办会议的缘由，一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异空间之门感到抱歉，第二个事情则是今年玩家考试规则发生了改变，大家肯定以为没到19岁还不用考。最近发生的异空间门事件，副本和魔物急剧上升，玩家协会人手不足，今年将允许高中生参加玩家考试，推荐对象则是通过能力评价成绩和内审综合数据选出。金太佑嘴角上扬，心想这根本就是骗人的。选拔其实从踏进这个门就已经开始，那就是高太旭的技能观察者之一，就是可以将所看到人的能力数值化，集中注意力还能看到状态窗口。如同金太佑猜想一般，高太旭早已发动技能观察。李正宰能力值1924，林雅英能力值2335，高太旭不由心惊，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也能达到这么高数值。突然李正宰举起了手，你说要讲关于玩家考试的事情，有个人没资格站在这里，像他这种非觉醒者没必要在这里。众人纷纷嘲笑了起来。
金太佑知道李正宰无非就是想确认自己是否已经觉醒，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是觉醒者，将无法参加考试，但是也并不一定亲眼看到才能被推荐。此时高太旭也注意到了金太佑，按照学生资料是潜在等级未知的非觉醒者，生活在觉醒者之间的可怜人，可下一秒却是心中一惊，竟无法确认情报，自己的观察者之眼竟然看不透眼前的少年。无论是协会会长池振熙，还是夜行者工会会长刘亚英，都未出现过这种情况。金太佑也不废话，非常友好地问候了李正宰，随即便转身离开了。高太旭还在尝试看清眼前的小鬼，可得到仍然是无法确认情报。如果他能看到，那将会是全场最高的5096。此时金太佑来到图书馆翻阅资料，三人出现在他眼前。李正宰让我们带你过去。金太佑头都没抬就拒绝了，带头的黄毛却想以他的姨妈做威胁，一只拳头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直接将教室门轰碎，两人瞬间倒地不起。金太佑单手举起了黄毛，不要再让问第二场。李正宰那混蛋在哪里？男人本是公认的天才高中生，泰山财阀集团的3代，此时却被打得像狗一样。金太佑从小混混的口中得知，此时李正宰正在篮球馆内等他。他为了万无一失，还让自己的保镖陪同。保镖血熏道根本无法探测到金太佑的实力。李正宰的目的也很简单，就是拉拢金太佑。毕业后作为泰山集团的继承人，将会建立一个工会。他需要人才，而不是像裴鹤秀这种逗逼，需要像金太佑这种天才。随后自以为是的狂笑起来，让金太佑做自己小弟，只有这样才可以让他离开臭水沟一般的生活。金太佑只是淡淡回了句：“你在发什么神经？可惜你越线了。”李正宰先是一愣，随后便讥笑了起来。果然狗还是要调教。血熏道也在球场内施展阵法，一道无形光幕笼罩了整个场馆，即使馆内如何战斗，馆外都无法探知。此时两人正面对抗，一个实拳，一个岩拳，两股强大的冲击力对轰在一起。金太佑还是小看了 S 级技能的强大，自己的实质皮肤竟发生碎裂。接着李正宰一记侧身鞭腿，直接将金太佑踢飞出去，并产生了剧烈的爆炸。抓住机会的李正宰继续攻击，密集的攻击淹没了整个球馆。金太佑的水平不逊于 A 级玩家，在同级别当中难以找到对手，可惜对上了少爷这个 S 级。接着金太佑又重重挨了一拳。血熏道还在自信地分析着战斗，突然眼神一致，金太佑竟挡住了李正宰的攻击，甚至还压着他打，下一秒就一拳砸在他的脸上。血熏道心中一惊，自己的少爷竟被打得节节败退。至此李正宰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身体竟动弹不了。难道自己的判断错了？他的技能不是战斗力强化吗？金太佑嘴角上扬，现在终于起作用了。原来金太佑通过捕食获得了3个技能：实质皮肤、隐身、麻痹。一开始金太佑就使用了麻痹，可 C 级技能无法穿透 S 级，火焰技能是范围攻击，又无法使用隐身，武士技能是底牌，更不能随意使用。所以金太佑选择了通过近战附着麻痹毒性，通过不断尝试，终于抵御 S 级的防护特性。血熏道不得不称赞金太佑就是个天才，竟跨越了等级差，颠覆了自己的认知。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，李正宰从胸口掏出了一枚晶体，接着便将它捏碎，磅礴的魔力喷涌而出。下一秒，一个火焰巨人出现在他眼前，我要开始认真跟你打。这是价值连城的魔力晶体，眼前的男人却一把捏碎，身后瞬间幻化出一个巨大的火焰巨人。此时金太佑在他面前犹如蝼蚁一般，火焰巨人一拳便砸了下来。即使差距如此悬殊，金太佑也没有坐以待毙，奋力使出一击，两股能量再次碰撞在一起。可此时的金太佑无疑是螳臂当车，包裹住拳头的石块瞬间破碎，爆炸产生的冲击直接将金太佑冲飞开来。这个才是李正宰真正的 S 级技能。火焰的心脏，可是李正宰当前的实力并不能完全掌握，只是使用由魔兽的心脏炼制而成的魔力晶体，瞬间让魔力暴涨，让李正宰暂时使用 S 级的力量，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，这股力量他根本无法控制，而且还会有可能魔力暴走，造成全身血管炸裂。血熏道想要阻止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区区一个小保镖也敢命令我？接着继续向金太佑一拳砸了过去。此时李正宰已然陷入了癫狂，唯有杀死金太佑才能泄愤。金太佑被砸进深坑之中，血熏道还想让他快点离开这里，却被他揍了一拳。你在说什么鬼话？是你们先挑衅的。烟尘消散后，魔力药剂瓶子随处可见，恢复魔力的金太佑俨然回到了全盛状态。我也要跟你认真打。另一边玩家协会内，高太旭汇报了高中生选拔情况。会长在得知李正宰和林雅英的能力之后也是大吃一惊，没有接受过训练竟能接近2000，甚至超过了2000，完全达到了圣女的级别。H 国也终于出现了圣女，所谓的圣女则是2国的玩家之一，在第一次检查觉醒数据已经达到2500的怪物。可高太旭一想到金太佑5096的能力值，不由得心中忐忑，只是单纯的错觉还是技能出错，只能再次前往学校亲眼确认。此时血熏道一脸惊恐看着上方，口中呢喃着不可能。只见金太佑单手举起，火焰的心脏竟被束缚住，血色魔力开始慢慢蚕食火焰能量。片刻过后，李正宰的身形终于显现出来，他没想到自己竟会输给眼前的废材，
金泰佑嘴角上扬，你是谁的继承人，亦或是 S 级玩家？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可是拥有君王的力量。接着无数魔力向李正在袭去，霎时淹没在魔力当中。原本宁静的校园被轰的一声打破了寂静，外泄的魔力竟冲破了防护罩。蓝云张口就是10个小目标，并承诺这是对方的买命钱。关键时刻，金泰贤使用了君王的力量，捕食技能，魔力不断蚕食李正宰的能量。但没想到的是，血熏道竟在捕食中将他拉扯了出来，救了他一条小命。血熏道被眼前的少年震慑住，全身不由自主的颤抖。虽然没能如愿将李正宰杀死，但至少捕食到了他的技能。血熏道不知道金泰贤下一步要做什么，再次搬出了李正宰的身份，泰山集团的继承人。金泰贤却是一脸不怕事的样子，如果害怕，刚刚就不会使用捕食技能，但也不能就这样放过李正宰，便提出要交买命钱。只见他嘴角上扬，既然作为泰山集团的继承人，最起码10个亿。刚刚魔力外泄的爆炸引起了师生的围观，不由猜测是不是魔物入侵。只有林雅英知道，刚刚的火焰明显就是李正在的。结合之前他与金泰贤的矛盾，便快步冲了过去，祈祷金泰贤不要出事。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傻眼，金泰贤完好的站在那里，李正宰却是昏死了过去。金泰贤不知道如何解释，说李正宰是从楼梯摔下来的。林雅英知道这明显就是在瞎扯，等他想再次质问时，金泰贤早已消失不见了。他知道林雅英会帮他处理这个事情，现在让他在意的是自己的技能，多了一个5点魅力值。魅力一般只是艺人才有的外貌能力值，他自己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捕食李正宰技能后会出现这个，而且捕食得到技能也不是火焰的心脏，而是君王的心脏，能够提高团队成员的能力值，这也是意外的收获。团体技能是非常稀有的存在，金泰贤也没想到竟是这种情况下获得，这样他自己就可以使用多种技能或是任何技能组合使用。突然数量宝石节出现在他面前，来人正是高太旭。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你，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在体育馆到底做了什么？另一边，泰山集团府邸内，血熏道紧张地汇报着体育馆的战斗，生怕一句不小心引起社长的愤怒。眼前的男人正是泰山集团的社长李正秀 ，S 级玩家。最终的结论就是他不仅让我的儿子住院，还要支付10亿元并压下此事。李正秀非但没有责怪，反而默许了这个事。但是既然付了钱，那就要补偿我的损失。接着打了一个响指，3个黑影霎时出现在血熏道面前。他惊恐地说道：“对方只是一个孩子儿，这样是不是太残忍了？”李正秀直接让他闭嘴，我不想听到狗叫的声音。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值，男人看到后却是难以置信。此时一群人出现在金泰贤的面前，他拿捏不准高太旭来找自己的目的，不清楚是因为体育馆爆炸事件还是大讲堂展现能力值的事，只能稍作试探。你指的是体育馆爆炸的事吗？高太旭过来的路上确实看到了学校冒烟，但也只是认为是普通的火灾，随即再次逼问：“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”金泰贤没有正面回答，你心中不是已经有了答案了吗？你过来找我不是为了给玩家考试的请帖吗？这话让高太旭一愣，你凭什么认为你能参加玩家考试？只见金泰贤血红色魔力泛起，头顶赫然出现了5214的能力值。高太旭难以置信，一个高中生竟然出现破5000的能力值，而且短短不到1天的时间，竟比上次的检测还要强烈。上次的检测既不是偶然，也不是错误。小黄毛在得知自己的表哥能够参加玩家考试后，更是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这番操作让金泰贤瞬间无语。为了1个月后的考试，金泰贤也全身心投入到锻炼中。突然一阵电话铃声打破了平静，此时屋外一人被单手举起，正是魔人黑白兄弟。他们也没想到协会竟会安排人保护金泰贤，只是单纯的认为协会珍惜星星而已。在他们看来，金泰贤就是个没经验的小鬼。可下一秒，一阵哀嚎声传来，黑魔见状举起匕首就冲了过来，金泰贤却是随意将白魔往地上一扔，一个吸顶正中黑魔面门。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没经验的小鬼。原来就在之前体育馆爆炸事件，金泰贤直接策反了血熏道，为了防止他心生背叛，使用了觉醒者的盟约，利用觉醒者的魔力做出的签约方式，违反时将会受到惩罚。第一个条件就是补偿10个亿以及压下这个事情，这个事件确实也被报道成煤气爆炸所造成的事故。而第二条件就是血熏道要将有关暗杀者的情报及时告知金泰贤。了解情况后，金泰贤也做足了准备。下一秒，黑魔出现在他身后，凌厉的一击却扑了空，随即眼中出现了惊恐。听说黑白兄弟主要利用隐身技能暗杀，但好像没有什么用，也就是说你们除了这个没有别的能力。片刻过后，两人便倒在了眼前。当金泰贤想再次使用捕食能力时，却没有任何反应，因过度负荷无法使用捕食。男人只是随意拿出一张小卡片，少女却被吓得满头大汗，不知所措。此时金泰贤将黑白魔人捆在一起，高太旭也没有想到真的有魔人袭击协会玩家，而且还攻击高中生。只有金泰贤知道是泰山集团策划的，但是他知道说出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只会增加自己的麻烦，所以只能谎称不知道。高太旭则认为是玩家考试名单外泄，只能增派人手加强保护。而当前金泰贤首要解决的就是为什么捕食技能不能使用的问题，因为身体能力不足无法使用技能。
这让他很无语，竟然还有这种技能。最后还是要提高能力值，而提高身体能力的办法就是通过捕食魔物或觉醒者提高等级。可身体能力不足又无法使用捕食，这就是一个死循环。思考过后，只能通过一个办法提高等级。随即便来到了一个健身房 ，H 国最好的健身场地。看到眼前的2个小孩，尤拉连忙解释这里并不是普通的健身房。可看到金泰贤拿出一张卡片后，瞬间有点汗流浃背。想不到眼前的小孩竟然有炼金术师公会的超级会员卡，这让他有些不知所措，不知该不该放他们进去。突然一道声音从不远处传来：“小鬼，这可不是有钱就能进来的地方。”眼前的红毛号称最强钢铁 B 级健身教练，并不是玩家。金泰贤无语，竟会有人起这种名字，众人不免有些担心金泰贤两人，因为最强钢铁也成为新人杀手。如果你现在回去，我可以网开一面。金泰贤直接打断了他，你这个弱鸡。两人听后有些难以置信，金泰贤竟出言嘲讽。最强钢铁摆起了架势，你的意思你比我强？金泰贤也不甘示弱，发起了挑战，输的人帮对方出1年的会费。红毛随即狂笑了起来，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。随后两人来到了一处虚拟空间，而这个健身房果然不是普通的健身房，竟能模拟出深渊魔物的环境，而这也只是一项训练科目，叫做虚拟波特。在和深渊相同的虚拟环境中，背着最重的行李，打败 B 级魔物，用最短的时间达到目的地，这也是健身房分辨优劣时最常用的办法。红毛无比自信地冲在前面，利用肌肉强化技能，所有魔物在他眼前都不堪一击，而增强反应速度在虚拟波特中更是得到完美的体现。就在他转身回头时，竟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，金泰贤所过之处，魔物纷纷应声粉碎。他对这场比斗胜利势在必得。面对眼前无数的魔物，金泰贤没有做过多停留，直接冲了过去。爆炸声不断响起，红毛的脸都被吓到变成了黑色，而金泰贤此时也站在最高处。1个月后，玩家考试正式开始。由于玩家考试的改革，允许未成年人参加，全国各地不同年龄阶段的觉醒者都聚集在这里，包括近战无敌的铁拳及洪正旭，出色的战斗能力连 S 级都不敢小瞧的吉里吉山，以及被称为雷神的 S 级申润福，最后就是被称圣女级新星的 S 级林雅英。另一边，一个还在担心因无法采访而被炒鱿鱼的新人记者，面对眼前的人山人海，可能连拍张照的机会都没有。突然一个少年出现在他身后，少女不由嘀咕，人那么多，让参加者怎么过去？此时的金泰贤却对这次玩家考试充满了信心。男人天生就有一个怪癖，就是喜欢挑战比自己能力强的玩家，还不躲不闪，故意被击中。此时玩家协会正在组织考试，无数觉醒者趋之若鹜。林雅英也发现了金泰贤，有些吃惊，他的体型身高与1月前竟相差如此之大。金泰贤只能解释只是做了一点点的训练。林雅英刚想询问体育馆爆炸事件中为什么李正宰会昏迷不醒，眼前巨大的屏幕就出现了一个身影，承担新意识国的未来的年轻人，欢迎你们来到这里，这里将是从觉醒者中选出玩家的第一考场。考试规则如下，每个玩家胸前都有一个号码牌，收集包括自己在内的5个号码牌即可通过考试，意味着失去号码牌的人员将马上落选，即为号码牌争夺战，时间限制为1个小时，除了杀人之外可以使用任何手段。话音刚落，地面就发生抖动，无数的方块立柱升起，部分觉醒者惊恐着看着空间发生的变化，可有的已经开始联盟，首先拿下强者。 S 级林雅英首当其冲，只见他手中凝聚冰属性魔力，下一秒无数冰晶迸发而出。众考官对林雅英展现出来的实力无比震惊，已超大部分玩家的实力。另一边同样是 S 级的申润福，利用雷属性的魔力，根本无人能够靠近他。就在众人关注他们的时候，高泰旭却只留意一个人，让自己看到惊人数据的金泰贤。他对金泰贤充满了信心，他所拥有的力量肯定能通过考核。可下一秒却傻眼了，金泰贤竟在贴身肉搏，而且对手还是1级觉醒者，技能钢铁皮肤，与金泰贤的实质皮肤有点类似。高泰旭不得不怀疑是不是看错了数据，他居然被1级觉醒者困住。可接着又怀疑自己的判断，金泰贤竟不躲开任何一次的攻击，他是故意而为之。一拳过后，两人拉开了距离。洪正旭也非常无奈，想不到他竟如此难缠。虽然实质皮肤是钢铁皮肤的低级技能，但每次金泰贤都像是不要命一般冲过来，而且还故意挨打。可金泰贤却是觉得非常有意义，因为自己的体质属性不断提升，虽然经过之前1个月的训练，仍然没能解封捕食技能，也就是能力值还是不够。通过训练提高能力值的方法，就是让肉体承受最大的刺激，也就是说需要接近极限的战斗，所以他才选择了近身肉搏，而且还故意被打中。即使是钢铁皮肤也承受不了他这种以伤换伤的打法。洪正旭不甘地喊了句：“你就是个怪物！”随即便倒在了金泰贤的面前。此时他已拥有2个号码牌。看到这结果，高泰旭不禁地大笑了起来。他竟然敢把这种大规模的考试当作训练，他不得不佩服金泰贤的胆量。就在他以为金泰贤为了能力值已经耗费大量的体力，接下来为了保留体力，应该会专门找比自己等级低的觉醒者，可下一秒直接傻眼了。众人都以为他是不是想要退出考试，
此时金泰贤站在了申润福的对面，经过刚刚的战斗，他的周围已堆满了尸体。申润福此时已获得147个号码牌，金泰贤对着他的号码牌数了起来，反正比5个多就行。男人只是轻轻一挥手，就降落了无数雷电。就在刚刚，金泰贤竟想着直接挑战 S 级的申润福，毕竟现在只有他的号码牌最多。突然一股雷电向金泰贤袭去，金泰贤只能利用身形躲闪，一跃至空中，将实质皮肤聚集在腿部，一脚踢向申润福，却被一股雷电之力格挡，瞬间化为粉碎。申润福不禁称赞他的速度。见状，金泰贤连忙拉开了距离。号称雷神的申润福果然难缠，将雷电包裹着全身，形成一个防护罩，切断所有的攻击。不仅能够近战防护，还能远程攻击。在没有补势技能的加持下，金泰贤想着如何破除他的防护，可申润福并没有给他时间，说着手中就凝聚雷电朝他冲了过去。金泰贤连忙侧身躲闪，紧接着一个鞭腿，连续不断的攻击让金泰贤应接不暇，让他根本没有反击的机会。最终强忍着雷电的疼痛，在手中凝聚大量石块，瞬间砸向申润福，可结果还是一样，在触碰他之前，石块被雷电之力轰成粉碎。接着申润福一跃至高空，使出了一招从天而降的雷法，连空间方块都发生了粉碎，而金泰贤竟用身体死死的扛住。申润福也没有想到，竟还有人能够与自己抗衡125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大家碰到他就想着逃跑，能与自己抗衡的应该只有同属 S 级的林雅英，现在又多出了一个金泰贤。但是申润福只是把他当做一个好玩的玩具。突然，一个不明物体急速朝他飞去，正中他的额头，眼神中充满迷惑。自己的雷电之力的防护罩竟被破了，可他的攻击应该对自己没有用才对。接着无数密集的攻击朝他袭去。原来金泰贤知道自己的实质皮肤无法穿透他的雷神的愤怒，但是现在玩家考场不同，用的是能够扛住玩家力量的特殊材质，虽然会破碎但不会消失。金泰贤就是利用这一特性展开攻击，紧接着单手举起巨大的石柱。申润福眼中出现了慌乱，金泰贤却是嘴角上扬，已不是我的对手。玩家考试再次迎来升级 ，S 级林雅英竟加入了战斗，甚至发动了最强一击，仿佛要将金泰贤置于死地。就在金泰贤打败申润福之后，只选择了拿走3个号码牌。而刚刚的战斗也让众人惊叹不已，而高太旭却仿佛意料之中，对金泰贤的实力充满信心。突然一道冰柱急速向他飞去，金泰贤连忙跃起躲闪。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冰柱，只见在他上空出现冰晶，紧接着慢慢蔓延开来，直至成为一个圆球牢笼。林雅英慢慢走了过来，金泰贤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加入自己的战斗，而林雅英却是直视着他，说了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。我认为力量伴随着责任，没有责任的力量只是暴力。你很厉害，竟用这种办法打败申润福。说着就调动周身的冰属性魔力。见状，金泰贤连忙发动隐身技能，瞬间在他眼前消失。可接着无数冰块从天而降，这种大范围攻击，隐身技能根本没有任何作用。金泰贤只能慌乱逃窜，飘落的雪花还把自己的位置暴露。只见林雅英凌空一脚，即使使用实质皮肤还是被踢飞，可林雅英还是没有解恨，无数冰刃朝金泰贤飞去，接着怒喊：我就是在体育馆相信了你不会因为私欲而乱来，可是看了你的战斗之后终于明白，李正宰和裴秀赫的事都是你做的。说完手中再次凝聚魔力，一道冰柱从下而上将金泰贤顶飞，接着又将他重重砸倒在地。使用不被允许的技能就是犯罪。现在他们2个仍然躺在病房，虽然那也是他们咎由自取，所以我不会举报你，但是你必须放弃玩家考试，你没有成为玩家的资格。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金泰贤艰难地站了起来，你算什么？你连李正在的暴虐你都阻拦不了，在这里谈什么责任和资格？你现在用模拟考试做借口，别把事情做得那么难看。林雅英也没有想到金泰贤会这么回答，片刻过后心中已有了答案，接下来决定全力以赴。只见他手中凝聚魔力，一把冰刃3叉戟赫然出现在眼前，眼中充满着决绝。此时此刻必须将他打倒。金泰贤也知道自己已是强弩之末，碎了数百次的实质皮肤，早已失去了防御能力，即使使用隐身，在这种大范围攻击下马上会失去作用。能够提高能力的君王的心脏早已发动，但根本无法逆转眼前的情况，而自己的杀手锏捕食人未解封，最后因体力不足又无法像对付李正宰一样使用麻痹。思考再三，现在能做的只有那样。他在想明白之后就冲了上去，而林雅英也没有停手的意思，2股力量碰撞在一起，瞬间将冰晶防护罩炸碎。身为考试官的众人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，可由于烟雾的原因并没有看清结果。片刻过后，战斗情况终于呈现出来，众人吃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金泰贤竟趴在林雅英身上，男人第一次接吻就将对方弄得倒地不起。面对林雅英的滔天气势，金泰贤虽然自知不敌，但还是冲了上去。林雅英也没有收手的意思，冰锤瞬间就砸了下去。就在他以为结束的时候，金泰贤竟躲开了攻击，一跃而起。他能想到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 kiss， 随即就向林雅英扑了过去。可金泰贤的目的并不是真的接吻，而是自己的麻痹技能。麻痹效果近距离比远距离，内部比外部。
成功率有着飞跃的提高，所以他让林雅英吞下混合了自己血液的麻痹，结果竟出乎意料的成功了。因为考虑到 S 级的抵抗力，所以这就是一次豪赌。如果他抵抗麻痹成功，输的将会是自己。此时广播提醒，第一场玩家考试结束，现在医疗组会安全转移受伤的考生，各考生原地等待。经过医疗组的治疗，大部分考生已基本恢复。林雅英虽然被麻痹，但并没有昏迷，也没有被抢走号码牌，所以考试合格。金泰贤得到了7个号码牌，而且还打败了申润福和林雅英，成为备受瞩目的 C 级玩家。他看着恢复如初的身体，就想着以后是否需要准备一个治疗技能时，一只拳头突然向他袭来。原来申润福不满刚刚的比斗结果，认为金泰贤就是用了卑鄙的手段取胜。此时没有了考试空间的特殊道具，金泰贤根本赢不了自己。旁边的吃瓜群众还在双手欢呼，这样下去就可以少了一位竞争者。可下一秒申润福就对着他们释放雷电，把他们电得外焦里嫩，让他们闭嘴。金泰贤不禁觉得这个人现在就是一个疯子。就在申润福准备再次发动攻击时，一股强大的重力感袭来，其他人瞬间被重力压垮在地，根本无法动弹。此时不远处走过来了一个人，金泰贤扛住了重力压迫感，看清楚了来人，正是玩家协会的最高战力之一，未来的双 S 级玩家朴成镇。他也没有想到竟然还有人站着，随即加强重力的力量，一股强大的重力感再次袭来。金泰贤此时才知道 S 级觉醒者与 S 级玩家实力竟相差如此之大，毫无招架之力。朴成镇惊讶金泰贤作为新人竟能扛住了此时的重力，一些老玩家都未必能够坚持。就在他准备再次加大重力时，一道声音阻止了他。只见医疗组及时赶了过来，你想让他们在第2次考试前全部淘汰吗？朴成镇解释只是想整顿下纪律，但医疗组明显不相信这个说辞，如果继续的话将会将此事告知协会长。朴成镇此时才就此作罢，随即问了金泰贤的名字，这时他才想起眼前的少年原来是打败申润福和林雅英的 C 级，随即拍了拍他的肩膀就离开了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第2阶段考试现场，朴成镇介绍着考试任务，通过眼前的门进入地级副本，众人纷纷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，竟直接挑战未知的副本，每5名考生为1组，和监考官一起进入副本，期间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将作为考评项目，而玩家协会会提供相应的武器和消耗品。接着便是按顺序进入副本，在金泰贤看来，即使是新人和现役玩家一起进入地级副本应该问题不大，只要不是双重副本卡利普托就没问题。金泰贤记得在玩家考试的第2阶段，在地级副本内第一次发现了双重副本，进入副本的人员无一生还，也导致探索副本的任务全都被暂停。金泰贤想着如果能提前阻止就最好不过，但自己无凭无据，根本没人会相信，反而有可能会被怀疑。想着只要自己不是第一个发现双重副本的人，就会有活下来的办法。此时门内的监考官以及其4人等着金泰贤。进门后的金泰贤一脸无语，BBQ，眼前的眼镜男正是第一个发现双重副本的人。男人本想苟到玩家考试的最后，却意外成为发现双重副本的第一人。通过前世的记忆，他清楚地知道，在玩家考试中出现了双重副本，所有人员无人生还。想着只要不是在发现双重副本的第一小队里，就有办法生存下来。可看到这副标志性的眼睛时，一阵无语。眼前的男人正是发现双重副本的马道学，而他带的正是独一无二的装备——贤者戒指，各项属性加10。经过第1次实战，小队成员就有着不错的战斗意识，可这并没有打消金泰贤的担忧。为什么这么多小队偏偏掉进这个队伍？面对 S 级的卡利普托，而自己的捕食被封印，如果现在卷进里面必死无疑，只能想办法让他们不会发现卡利普托。此时一个分岔路口出现在众人面前，就在他们想着征求马道学的意见时，金泰贤一个箭步从他身边跑了过去。在他们愣神的时候，他已选择了一条道路。马道学大喊着不要私自行动，但以为时已晚。金泰贤想着只要不让他们做决定，就发现不了卡利普托，即使前面有鸿沟也照冲不误，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们走上一世不同的路。众人不得已只能跟了上去。就在他以为计策成功时，下一秒却傻眼了，自己竟成为了发现双重副本的第一人。刚刚特地绕来绕去，最后还是来到了这里。其他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还想着向前探查，却被他大声呵斥，除了副本的出入口，竟还有其他的空间门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随即便想让监考官上报这里的特殊情况。马道学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，理应要上报协会。就在金泰贤准备松一口气的时候，他却话锋一转，这一次要先进去看看。随即便朝空间门走了过去，认为这只是个地级副本，就算出事也有自己这个一级玩家，而且这是特殊势力，进去勘察在考核中可以得到不错的分数。金泰贤还想阻止，说发现新副本原则上要上报协会。没等他说完，马道学便指责他刚刚的行为，你连团队合作都不知道，没有资格说这些话。见状，众人也纷纷指责他的行为不自量力，居然敢和现役玩家顶嘴。金泰贤只能心里怒骂这群白痴。只见马道学一个响指，众人便被传送进副本之中。片刻过后，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住了。这真的是一个地级副本吗？
巨大的石像出现在众人面前，他们也陷入了慌乱之中。突然，金太贤让大家注意前方，两个手持巨剑的一级魔物出现在眼前，众人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。地级副本竟出现了一级魔物，马道学连忙让大家准备战斗，魔物的攻击也迎了过来，众人只能连忙躲闪。马道学找到机会发动攻击，无数烈焰突刺直击目标，接着其他人也纷纷朝准目标攻击，用火和闪光遮住魔物的视野，利用盾牌做好防御。无数的攻击如雨点般朝着目标袭去，片刻之后魔物便倒地不起。作为新人，竟联合打败了一级魔物。就在众人松了一口气的时候，可下一秒就不可思议地看着前方，竟再次出来了4个一级魔物。双重副本的 S 级 BOSS 终于出现了，门内竟有一支死亡骑士军团。得益于金太贤的技能君王的心脏，小队成员的能力属性翻倍增加，可面对击杀后成倍数增加的死亡骑士，众人早已精疲力尽。如果现在找不到解决的办法，大家都会葬送在这里。相比其他人员的惊慌失措，金太贤却是仔细检查着死亡骑士的尸体，果然在其中发现端倪，随即便向监考官报告此事。马道学不免吃惊，刚刚如此激烈的战斗，他竟没有一丝疲态，而且如果没有他的技能，大家也不会坚持到现在。他不禁对他的 C 级觉醒者的身份产生怀疑。当金太贤说出眼前的死亡骑士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死亡骑士时，众人不禁激动了起来。那跟我们一直在战斗的是什么？金太贤没有过多解释，叮嘱他们别动，有些事情他必须要去确认。随即拿起巨剑冲入骑士群中，就在他们准备接触的一刻，无数武器朝他砸了过去，烟尘消散后却空无一人。此时金太贤早已跃向空中，他的目的并不是眼前的死亡骑士，而是他们身后的雕像。只见他挥动着巨剑，以迅雷之势击向雕像，雕像瞬间破碎崩塌，而他身后的死亡骑士也停止了动作，下一秒便逐渐消散，周围的景象也开始慢慢消失。此时众人才发现眼前的空间都是幻影。金太贤解释这是幻影陷阱，为了消耗入侵者力量制造出的虚拟空间。众人还是不相信自己竟和幻影陷入了苦战，而马道学更是疑惑他为什么知道这个是陷阱，而且在发现双重副本之前并没有和死亡骑士战斗过。金太贤只是淡淡回了句，因为他们不可能这么猛。这话让他大吃一惊，自己拼死才能击杀的怪物，在眼前的男人面前竟如此轻描淡写。金太贤说完便转身继续深入，告诫大家如果不快点移动，这样下去大家都会死。虽然幻影消失了，但情况并没有好转。卡利普托的出现，副本的空间彻底发生了改变，而受伤成员的伤势变得越发严重，剩下的希望就是找到副本的出口。就在他们绝望的时候，一道大门出现在眼前。虽然大家都害怕里面存在危险，但是如果不进去的话也无路可退。伴随着大门的打开，一个手持巨剑的死亡骑士跪拜在眼前。就在众人庆幸只有一个的时候，骑士身后泛起了数道亮光，接着墙上的骷髅火燃烧了起来，照亮了一排排的死亡骑士，宛如一支骑士军队。众人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数量如此之多的死亡骑士，仿佛就像是从天堂掉入了地狱，浑身发抖了起来。突然从中央传来了一阵大笑，你们这群愚蠢的人类终于找到了这里，那么就开始战斗吧。双重副本的最终 BOSS 死亡骑士军团等级 F。君王的捕食技能封印终于被解除了，死亡骑士军团瞬间被轰成了渣渣。就在众人以为能够死里逃生时，眼前赫然出现一支骑士军团，瞬间从天堂掉进了地狱。在首领的一声令下，骑士便行动了起来，剑指金太贤众人。金太贤知道他们作为骑士的威严，只想着一对一决斗，这话却把身后的3人吓了一跳，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魔力接受挑战。金太贤连忙让他们冷静下来，因为他们的目标不是决斗，而是逃离这里。可求生的欲望让3人转身逃跑，想着只要回到最开始的地方就能安养无恙。只见为首的骑士挥动巨剑，下一秒一道剑气朝他们飞去，躲闪不及的3人便应声倒地。金太贤2人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这里骑士的实力与之前的竟相差如此之大，一股恐惧感向他袭来。监考官马道学仿佛做好了决定，一把将金太贤推开，接着手中凝聚魔法，在门的位置砌起了一堵墙。金太贤不明白他想做什么，马道学却让他安静。一个低级觉醒者就不要那样高高在上，他从小就想成为 S 级玩家，可不管他如何努力训练和进步，都感觉离目标越来越远。而眼前就是一个机会，只要能够解决副本中的特殊情况，将会获得 S 级玩家的同等待遇。可现在的结局却是这样，虽然马道学不想承认，但金太贤表现出的能力确实与众不同，将来或许能够成为 S 级玩家。他让金太贤带着伤员赶紧逃跑。面对接踵而至的骑士，作为魔法学院的监考官必须守到最后，随即再次凝聚魔力。而另一边的金太贤转身看向地上的伤员，他们此时早已没有了气息。突然他感受到了一股危险，身后的围墙轰然炸开，眼前赫然出现了一排排死亡骑士，现在唯独剩他一人，一股恐惧感油然而生。骑士军团跨过马道学的尸体，剑指金太贤，决斗挑战。可无法使用捕食技能的他，觉得无疑是螳臂当车。突然他好似发现了什么，马道学的贤者戒指竟就掉落在眼前。
就在巨剑挥下的瞬间，金太贤捡起戒指就侧身躲闪。原来贤者戒指能够让佩戴者的所有能力值加10，这是目前唯一的办法。下一秒，金太贤便戴上贤者戒指。就在骑士军团围攻上来的瞬间，一股红色魔力迸发而出，瞬间弥漫了整个空间。骑士首领有些难以置信，此时系统提示已佩戴贤者戒指，所有能力值加10，捕食技能封印被解除。关键时刻，君王终于再次出现，捕食技能解封的金太贤还是被踩在脚下，而此时战局却发生了逆转。就在金太贤戴上贤者戒指的时候，所有能力值加10，满足捕食技能所有条件，捕食技能封印被解除。在他面前的死亡骑士瞬间崩溃，面对再次迎面而来的骑士，此时金太贤心中的恐惧感已彻底消散，迅速捡起地上的剑就冲了上去。在他的计算中，用捕食技能吃掉他们大概需要10秒钟，所以不能单单依靠捕食，要利用所有收集到的技能和力量，只有这样才能生存下来。此时骑士军团在他面前撑不过2秒半，突然他停止了手上的动作，惊恐地看着前方，一个黑影以迅雷之势猛然砸来。烟尘消散后，一只巨大长矛映入眼帘，散发出的气势让他惊恐不已。不远处的骑士王终于有了动作，只见他大臂一挥，无数的武器悬空在金太贤的头顶。金太贤面露惧色地看着上方，千钧之际躲开了攻击。他不知道为什么明明解封了捕食技能，还是被追着打，一股滔天的威压再次袭来。金太贤只能利用捕食的力量抵挡，骑士王只是缓缓地抬起手，手中凝聚了一股魔力，他的魔力竟在刹那间将捕食力量彻底撕碎。看到自己底牌在他面前竟不堪一击，刚刚的自信荡然无存。散发紫焰的骑士王犹如一只霸气的骷髅王，你很厉害，但是也就只有这点程度。话音刚落，瞬间就轰击金太贤所在的位置。在烟尘渐渐消散之后，金太贤赫然发现自己竟被对方踩在了脚下。骑士王看着脚下的金太贤，质问这种力量究竟是谁赋予他的。见到金太贤没有回答，再次增大了威压，接着黑色魔气弥漫开来。就在此时，一股未知的力量抵挡了骑士王的霸气。骑士王知道金太贤并不是普通人，他知道他能听懂他们的语言，再次质问这种力量到底是什么。接着脚下猛然发力，此时金太贤却来到了一个异空间，回到了故事开始的地方。巨大的亚斯马蹄出现在眼前，环顾四周之后，发现马道学4人的尸体就在身旁，和刚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捕食到底是什么，为什么能够突然听懂魔语，只知道得到了力量和机会，可结果并没有发生改变。突然前方出现了一个男人，镜里之中闪现着金色光芒，接着传来一道声音，我已经告诉过你，我只是佩服你的意志和韧性，你不需要改变自己，只要继续勇往直前。此时金太贤的眼神突然变得猩红，而骑士王还在嘲笑他的弱小。正当他挥起巨斧准备砸下去的时候，突然察觉到金太贤身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血色的魔力不断汇聚在一处，下一秒魔力就瞬间爆射而出，直接将他的手臂砍下，所过之处无一幸免。骑士王有些难以置信，濒死的虫子竟还能爆发出这种力量，竟想用这具身体让技能暴走。此时金太贤的魔力值不断在增加，见状，骑士王猛然冲了上去，一股磅礴气势直落而下，正中金太贤。可下一秒却愣住了，他竟然仅凭单手就成功的抵御了攻击。你想知道这股力量是什么吗？那你就自己去了解吧。此时系统提示升至 B 级，魔力从金太贤的手中爆射而出，一瞬间，骑士王被强大的力量击飞。金太贤迅速捡起身旁的巨剑，剑身闪烁着冷冽的血色光芒，眼神中充满了杀气，一跃而起跳至空中。战局再次迎来了反转，骑士王在他手中毫无招架之力，他没想到自己竟然败给了一只微不足道的蝼蚁，迅速控制武器朝他袭去。只见金太贤缓缓抬手，下一秒拳头紧握，汇聚的魔力犹如一条巨蟒冲出，张开了血盆大口。在绝对实力的强大压迫下，骑士王毫无还手之力，下一秒巨蟒就瞬间将他淹没。这就是王者的力量，获得新的技能，骑士王的霸气。男人明明觉醒的是最弱的 F 级技能，却以一己之力攻破双重 S 级副本，拯救了大部分的玩家，阻止了灾难的发生，并得到了最高工会之一夜行者的青睐。就在不久前，本是 D 级的副本泄露出大量的魔力，经重新测算后判定为 S 级。副本内部出现了异常，无法来得及疏散全部的考生，副本突然从 D 级升为 S 级。作为玩家考试的主持人，自认没有支援部队的情况下也难以应对，如果魔物从里面出来，这里的所有人都会死。此时眼前的门却突然发生异动，每个人都在严阵以待，下一秒却突然愣住，眼前竟出现一个人。原来刚刚金太贤的捕食技能爆发，凭借一己之力击败了副本 BOSS。劫后余生的金太贤看着眼前的一切，经过这一战，他的实力终于还是暴露。在他的努力下，其他考生在没有伤亡的情况下逃离了副本，经过一番搜寻，成功找到死者的遗体。而另一边，玩家协会决定不发表攻破卡利普托副本的玩家信息，否则金太贤将会成为舆论和魔人的攻击目标。而金太贤的实力也得到了协会会长的认可，一个人完成了 S 级副本，实力最少为 S 级，可自身的真正的等级却比 S 级低很多。高太旭的评价为潜力不可限量，
也就是说在将来很有可能会成为国家级战力。另一边，血月当空，染红了整个空间。金泰贤置身于一群魔物当中，他看着下方的魔物，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身处俄比斯。血月之中，自称君王的男子再次出现，一瞬间就来到了跟前。下方的魔物疯狂般想着冲过去，只见他单手一挥，魔物便开始慢慢消散。金泰贤惊恐地看着这一切，无数的魔物在他的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。最后男子说了一句：“我在俄比斯最深处的地方等你。”说完便消失了。等金泰贤再次睁眼，此时金泰贤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刚刚的梦境如此真实，他不明白刚刚的男人说等他是什么意思。君王的力量到底是什么？连 S 级的魔物都感到害怕，甚至还能听懂魔语。现在的疑问越来越多，目前只能继续深入俄比斯，让自己变得更强。此时他的等级已升为 B 级，还获得了相应的技能骑士王的霸气，可以用霸气压制对手。对于自身实力的综合评价，已准备接近 S 级玩家。按照这种速度成长，不久将成为国家级战力。突然病房的房门被敲响，即使有护卫阻止，还是有人强硬闯入。来人正是夜行者工会长，亲切地向金泰贤问好。他很是好奇，作为顶级4大工会之一的夜行者为什么会找上自己，而会长却只是说想确认下在双重副本存活下来的是谁，顺便送他回家。金泰贤却是不以为然，这种事根本不需要工会老大亲自出马，即使被拆穿了，工会长也觉得无所谓。继续解释，第3次玩家考试与第1次不同，其他人会在观众席观看比赛，而你的实力就会被公开，届时所有的工会都会想方设法得到你这个打败 S 级的低级觉醒者。所以现在首先提出你无法拒绝的提议，可以满足你任何要求，无论是金钱还是荣誉。随即抛出了橄榄枝，邀请金泰贤加入夜行者。工会长嘴角微微上扬，以为胜券在握。此时空气仿佛凝固一般，只见金泰贤淡淡的回道：“我拒绝。”男人只是站在考场中央，就震惊了无数观众。就在金泰贤攻破双重副本之后，4大工会之一的夜行者率先抛出橄榄枝，邀请金泰贤加入工会。没想到他居然拒绝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会长还是不甘心，为什么金泰贤会拒绝？无论是年薪还是其他任何要求都可以提，或者是不是已经答应了其他工会？金泰贤表示并没有特别的理由，相比其他工会，夜行者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只是单纯的不想加入。说完就转身离开。金泰贤也没想到这句话会引起会长的不满，瞬间就来到他的身后：“你只是一个刚成为玩家的小鬼，竟敢拒绝4大工会，而且没有特别理由。”随后话锋一转：“但这样我反而更喜欢你了。”这一举动着实把他身后的助手吓到，一个工会的会长竟挟持一名新手玩家。此时金泰贤却说出了会长的身份：林雅英的姐姐刘雅英。刘雅英吃惊地看着金泰贤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金泰贤没有理会他的错愕：“我知道这是你被抢走的名字。”下一秒，一道魔力光柱直冲云霄，刘雅英瞬间扼住了金泰贤的脖子。原来会长的本名为林雅英，是玉成集团代表林昌龙的私生女。刚开始是作为继承人来培养，但由于大老婆生下了一个小女儿，然后就被抢走了名字，成了外人，最后改了姓，成为了玩家。但这是秘闻，很少人知道这个事情。而此时金泰贤居然敢在自己的面前提起这件事。突然手中传来一阵痛感，没想到金泰贤竟抵挡了自己魔力，骑士王的霸气进行反击，反击成功。刘雅英不明白这股力量是什么，不仅扛住了 S 级玩家的攻击，而且还推开了自己。现在金泰贤的实力足以面对 S 级玩家，随即对着刘雅英来了一个壁咚。我劝你最好别越线，雅英小姐。这一举动让刘雅英气息紊乱。几天后，第3次玩家考试即将开始，与前2次玩家考试不同，这次观众及家属都可以观看。刘雅英也伪装成普通人来到现场，金泰贤的家人也来观看比赛。黄载英作为他的头号粉丝，非常清楚自己表哥的实力。另一边，一个新人记者由于上次采访了一个 C 级玩家，差点被解雇，现在还在以为金泰贤被淘汰。突然有人发现了考场的异样，一种奇怪的气氛，无数高级老练的玩家，甚至是这次考试的新星吉里吉山，无不都在盯着一个人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对手，让大家联合起来打击？下一秒就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。成为众矢之的的金泰贤毫不在意，反而有点兴奋。伴随着广播响起，第3次玩家考试正式开始。玩家协会考试再次迎来升级，本是1v1的考核现场，此时竟变成多人群殴的局面，只因金泰贤在第1场考核时连续击败了2名 S 级觉醒者，现场众考生心照不宣的联合起来打击。就在玩家协会第3场考核现场，其他玩家的目标直接指向金泰贤，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联手击败他。可金泰贤毫不在意，根本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。随着考核开始的广播响起，各种属性的魔法在手中凝聚，瞬间轰向金泰贤的位置。金泰贤表现出来的实力让他们心有余悸，必须联合起来将他打败，否则所有人都会败在他的手下。可下一秒，
金泰贤就瞬间冲出，持着皮肤包裹着拳头，眼前的路人甲在他面前毫无招架之力，所过之处哀嚎声不断响起。此时脚下的地板竟出现一丝绿光，一根根藤蔓爆射而出，躲闪不及的金泰贤被藤蔓困住。原来是李吉山利用木系魔法衍生出的藤蔓，即使对方打败了2个 S 级，也不能说不大意，自认最终获胜者就是自己。鬼才李吉山话音刚落，就被金泰贤一脚踩在脚下，抬脚就踢飞2米半。金泰贤更是霸气地喊出下一个。众人见到怪物一般的金泰贤，更是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，车轮战也要把他搞垮。只见金泰贤一抬手，骑士王的霸气，身后竟出现了骑士王的虚影。正在准备进攻的众人瞬间感受到了这一股威压，接着被压制的动弹不起。围观的群众吃惊不已，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住。伪装的刘雅英认为他就是个疯子，居然在考场中央使用这一个技能。烟雾消散后，只见金泰贤一人伫立在考场，其他考生早已倒地不起。但是他知道考场还有另外一个人。伤痕累累的林雅英喘着粗气走了出来，他也没有想到他的技能竟如此霸道。金泰贤却是神情自若，已不再可能像是第一场考核时被他压着打。现在你可以弃权，或者你希望我像第一场考试时一样对你。林雅英眼神一致，冰属性魔法开始蔓延开来，瞬间形成了一个冰牢。他却是不以为然，又是这个吗？林雅英冰属性魔力发挥到极致，我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。金泰贤嘴角上扬，双手插兜闪现到他身后，仅仅一个回合就决出胜负。此时两人之间的实力早已不可比拟，短短数月，两人之间的实力差距变得如此之大，最终只剩金泰贤站在考场中央，意味着玩家考试正式结束。第一名是920号考生金泰贤，眼前的物品正是考试简历。协会会长祝贺金泰贤成为 S 级玩家。他也没想到金泰贤会一己之力打败了所有考生，但对于一个人就攻破了双重副本来说，这一结果应该很正常。金泰贤表示只是走运而已，自己的底牌不能轻易暴露。突然会场变得严肃起来，你是否愿意加入新韩国玩家协会？这个问题把金泰贤问愣住，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。曾经是非觉醒者的自己打败 S 级，不仅获得了第一名，还得到了4大公会的青睐，甚至连现在国家最强战力的池振熙都发出邀请。这世界的事让人似懂非懂，但是还是说出了3个字：我拒绝。这一回答出乎池振熙的意料，目前为止，没有人会拒绝这一邀请。与其加入4大公会或协会，我一个人的效率会更高。听到这话，池振熙先是一愣，接着哈哈大笑了起来。居然有人会说一个人会比4大公会和协会更好。既然金泰贤不愿意加入，他也没有过多的强求。接着便说出了另一件事情：你想不想参加亚洲友谊赛？男人本是觉醒最弱的 F 级技能，此时竟在玩家考试中击败了所有考生，还被邀请参加国际赛事的亚洲友谊赛。通过各国的协会或工会选出5名代表，竞争打猎魔人或魔物的庆典。但想成为代表，作为玩家必须提供击败魔人或魔物的贡献值。可金泰贤刚成为玩家，想要追上其他人花了几年积累的贡献值，只能击杀更为强大的魔人或魔物。即使最近1个月内解决了所有出现的新副本，可所获得的贡献值少之又少，甚至连成长都停滞不前。通过回归前的记忆，最近将会发生一件大事，虽然危险，但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贡献值。另一边，泰山集团的执事愤怒不已，因为导致他的儿子还在住院的金泰贤，此时竟通过了考试，成为了 S 级玩家，随即将手下重重摔倒在地。就在此时，恶心公会来访，这让他更是愤怒不已。拿了那么多钱，竟解决不了一个小鬼。突然，一股窒息感传来，紧接着一个男人竟出现在眼前。来人正是恶心公会副会长影子，等级未知。此时金泰贤也来到了亚洲最高级的拍卖会现场，东角规模最大、品质最好的拍卖品。此次金泰贤作为炼金术师超级 VIP 参加，工会会提供一些安保力量，但是因为东角的坐标随时改变，没有许可根本无法进入，只能通过联络人对接坐标才能参加。因此在安保方面，数十年来东角从未出现过问题。但是这次的拍卖会将会发生 S 级的恐怖行动。可回归前新闻只报道了东角损失惨重，以及这次恐怖袭击的主犯 S 级魔人尼赫，其他情报一无所知。当前的拍品为不死鸟药水，只要一口就能提高20的体力和魔力。此时的金泰贤正在守株待兔，只要对方发动恐怖活动时，击杀 S 级魔人就能获得贡献值。就在金泰贤询问小胖拍卖会的安保总负责人是谁时，一阵脚步声从不远处传来。新韩国的12名最年轻的 S 级玩家。见状，众人纷纷让道，为首的正是此次拍卖会的安保总负责人一板良平。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，甚至可以杀死自己的同伴，因此代号恶鬼。良平表现出友好的样子，但伸出的竟是左手。就在两人握手的瞬间，一股魔力威压扑面而来。两人初次见面，金泰贤就被针锋相对。突然良平哈哈大笑了起来，没想到你居然撑得住，你果然是真的是 S 级。金泰贤心中怒骂，就在准备反击的时候，发现众人根本承受不住这股威压，纷纷倒地。如果在这里和他打斗，将会牵连无辜的群众。就在这时，梁平却停止了施压，满怀热情地抱着金泰贤。你应该明白，即使同为 S 级，也有等级之分。
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来到这里，但奉劝你最好不要乱来，小鬼。说完便转身离开。金泰贤看着他远离的背影，知道事情比自己预想的还要复杂。男人明明被铁链牢牢锁住，却显得异常兴奋，只因对方使用了一个稀有的技能，即使自己在隐身的状态下仍被锁定。就在金泰贤觉得拍卖会事件不简单的时候，魔人已经偷偷潜入拍卖会内部，直接来到了空间门管理部。光头还以为自己一个击能够阻止，仅仅一个回合就被全数击杀。为首的正是属性不明的 S 级魔人尼鲁。此时另一帮团伙也走了过来，可他们却忌惮新进 S 级玩家的金泰贤，尼鲁却让他们放心，一个新人小鬼而已，只要是我尼鲁在这里，没人能躲开神的启示。就在这个瞬间，楼洞内突然发生了震耳欲聋的爆炸，紧接着爆炸声不断响起，爆炸波及整个拍卖会场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众人猝不及防，金泰贤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虽然知道会提前袭击，但他没有想到竟炸毁了那么多处地方。而且魔人是什么时候进入拍卖会，又是什么时候安放的炸弹？就在金泰贤想着当前最重要的是找到魔人在哪时，他们却自己找上了门。放下你们手上的武器，掏出你们身上所有的钱。还没有等他说完，下一秒就人手分离。金泰贤手中的武器正是玩家考试第1名的短剑塔利斯曼，等级稀有。在另一边，护送拍卖品的队伍被魔人找到，随即2支队伍再次打斗起来。可他们根本不是魔人的对手，片刻之后便全数倒地。紫毛也找到了此次的任务目标——凤凰药水，喝下后可永久提升20点的体力和魔力，里面蕴含的力量更是让他心惊不已。突然他的身后发生了爆炸，烟尘消散后，只见一名手下躺在那里，空无一人的通道却让他们感受到一股窒息感。明明感觉到有人的存在，却看不见对方的影子。还没有等他们反应过来，下一秒便应声倒地。此时紫毛终于发现对方使用了隐身技能，可还是被一刀划过，却只伤到了眼睛。接着只见他一抬手，无数的铁链凭空而出，形成了密密麻麻的蜘蛛网一般。金泰贤也被铁链牢牢锁住，你以为隐身了就抓不到你吗？金泰贤却显得兴奋不已，嘴角上扬，我都隐身了，你的技能居然能够找到我，这个技能可以代替捕食了。另一边，空间门管理部内，拍卖会现场的人员被束缚在这个空间，上方竟围观着无数魔兽，只要拿到凤凰药水就完成任务。就在尼鲁以为一切事情发展顺利的时候，一个手下拿着对讲机走了过来。达克那边传来了消息，但是出了点问题。此时对讲机传来了金泰贤的声音：你就是尼鲁吗？我是抢走你宝贝的家伙，如果你想拿回你的凤凰药水，就快点滚到这里来。这是一瓶价值100亿的药水，男人却毫不犹豫地将它喝下。就在金泰贤对着尼鲁发出挑战之后，就将药水喝下，只有这样才能防止魔人组织得到它。在药水的作用下，体力和魔力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。1个多月的桎梏终于被打破，果然是世界唯一的药水。就在此时，梁平带着一群人来到这里，眼前除了尸体却空无一人，可最后的通讯定位明明就是在这里。就在众人疑惑的时候，梁平却是喃喃道：你们在说什么？敌人就在我们的跟前，你不要藏着了。金泰贤，果然金泰贤的身形慢慢显现出来。我的隐身技能你是如何发现的？梁平没有接话，你可是 S 级玩家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金泰贤没有回答，你可是安保总负责人，这个时候不应该忙着解决不法分子吗？梁平呵呵一笑，我来这里找一件东西。此时金泰贤也知道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，明明有那么多保镖，却没人发现藏了那么多炸弹，而且这个地方没有通行证根本进不来，却突然闯入一群魔人。虽然有预料到有人与魔人勾结，但没有想到安保的总负责人竟是魔人的小跟班。话音未落，梁平就原地消失，一个闪现来到他的眼前，把东西交出来。金泰贤提剑格挡，你不是魔人吗？用武力找出来吧。仅仅一次碰撞就产生了强大的威压，接着便消失在众人的眼前。无数凌厉的剑锋在空中划过 ，S 级之间的战斗他们根本无法插手，而且梁平还被称之为恶魔，参与进去说不定自己也会被砍成2半。此时金泰贤也明白了他的攻击方式，通过杀气和声音确定对手的位置，与自己攻击方式不一样。那个家伙或许真的能够看见自己。面对梁平的闪身攻击，金泰贤心中一惊，躲闪不及，结结实实的挨了一刀，胸口划出了一道血痕。明明都是隐身技能，为什么熟练度竟相差如此之大？但是现在还没有需要用到捕食的程度，随即使用了范围攻击，骑士王的霸气。众人在无形的威压下纷纷倒地。就在他疑惑为什么找不到梁平时，一道声音从下方传来：你的判断没有错，隐身技能有个弱点，就是只能小范围攻击。如果你想找到我，应该把技能用在你的头顶才对。接着便一跃而起，刺向金泰贤。就在他想着进一步刺入时，却被金泰贤的锁链牢牢锁住。梁平此时才发现自己上当了，刚刚的技能不是为了找到自己，而是为了防止自己逃出技能的范围。紧接着金泰贤猛然挥出了一拳，重重的砸在他的脸上，你就是一个蠢货。2个 S 级玩家的激烈对决终于落下帷幕。金泰贤预判了梁平的预判，
利用锁链技能牢牢将他锁住。伴随着一拳挥出，梁平等人彻底被制服。众人难以置信看着这一切，一个新晋 S 级玩家竟打败了号称恶魔的梁平。梁平一脸怒气看着金泰贤，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存在，那么现在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。只见金泰贤咧嘴一笑，接着便一脚踢在他脸上。梁平直接倒飞数十米，告诉我关于尼鲁的所有信息。每个国家的协会肯定收到了这里的消息，一旦增援力量抵达，你们的计划将彻底失败。梁平却是哈哈大笑了起来，你真是个笨蛋。另一边，玩家协会指挥部内，炼金术师工会会长急忙赶过来，第一句话就是问东角的援军准备的如何。会长只能让他先冷静下来。那里不仅有玩家协会的拍品，还有各国的贵宾。接到消息后，已经第一时间组建增援队伍，由朴成镇带领的精英玩家。但他还是很疑惑，为什么没有出发支援？需要人员和物资都可以无条件支持。会长只能无奈回答，现在没有办法抵达到东角。原来魔人占领东角后，就控制了空间门管理部，扭曲了所有的空间坐标，封锁了所有的空间门，根本无法找到他们的痕迹。但那里现在有着2名 S 级玩家，一板梁平和最近才成为 S 级玩家的金泰贤，而对方只有一个 S 级玩家尼鲁，他们足以支撑到重新连接空间门。此时他们还未知道一板梁平早已叛变。突然刘雅英的声音打断了他们，这是在对方只是普通 S 级的情况。你知道与恶魔签订契约的技能吗？这是尼鲁最糟糕的技能，通过献祭的数量和质量召唤相应等级的怪物，而献祭的物品和金泰贤猜想的一样，那就是人类鲜活的生命。这一答案让众人震惊不已，因为尼鲁挟持了几百名人类，同时他本身就有着排名前5的实力。如果献祭了这些人类，将会召唤出何等的怪物？确切的说，这将会引起爆炸性的毁灭。金泰贤怒骂他们就是疯子，梁平却是哈哈大笑了起来。很幸运你打败了我，现在你有2个选择：一是安静的看着无辜的人类成为祭品；2是加入一场没有胜算的战斗，然后像狗一样死去。另一边，空间门管理部内，尼鲁从手下的口中得知，金泰贤打败了一板梁平，而凤凰药水更是下落不明。尼鲁知道金泰贤肯定是在等着增援队伍，因为面对面的战斗他毫无胜算。接着抬手在空中一抓，散发着黑色魔力，下方的树人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抓起。既然他不主动出现，那就只能把他引出来。现在就开始我们的狂欢。突然房内变得漆黑一片，众人更是不知所措，还以为是爆炸的余波引起的断电，而尼鲁手中的祭品竟消失不见。此时金泰贤同时发动隐身和锁链技能靠近，以迅雷之势挥出一拳攻击尼鲁。可尼鲁已然察觉到了异样，男人明明为了解救身处险境的人质，此时却毫不犹豫地将他们用锁链捆绑抛向空中。金泰贤同时发动了隐藏和锁链技能靠近，就在他挥拳的瞬间，却被早已警觉的尼鲁发现。只见他快速侧身躲闪，躲开了金泰贤的锁链攻击。金泰贤似乎对偷袭的失败早有预料，却并未显露出过多的惊讶或失望，反而有点兴奋。可他没有想到尼鲁的头巾里竟藏有蛇形魔兽，口中吐出的光球瞬间将锁链熔断，紧接着便发生了爆炸，现场被一团火光吞噬。尼鲁身处火海之中，竟能毫发无损。此时金泰贤也注意到了身后的众人，争先恐后的让金泰贤拯救他们。可金泰贤却觉得他们太吵，随手一挥，直接用锁链牢牢捆绑了起来。突然，无数魔兽一跃而起，瞬间砸向金泰贤所在的位置。就在他们愣神之际，刹那之间，无数刀光划过，魔兽瞬间被刀刃切割成数块，紧接着使用骑士王的霸气，无形的威压如潮水一般向四周蔓延。然而，就在下一秒，下方的魔兽却出乎意料的再次发动攻击。金泰贤难以置信的看着这一切，自己的技能居然没有效果。尼鲁站在上方看着眼前的战斗，你不应该像对待其他魔兽一样对待我的魔兽，因为与恶魔签订契约的魔兽都在我的控制之下，同时使用了我的魔力，他们会比同类的魔兽更为强大。虽然你打败了良品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能违抗上帝的旨意。伴随着一声巨响，金泰贤就被狠狠地砸向了地面，紧接着一群魔兽蜂拥而至，眼看金泰贤就要被制服，众人却责怪起金泰贤刚刚的行为，如果之前救了我们，或许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，现在连魔兽都打不了。突然，一个议员察觉到异样，他明白了金泰贤的意图，因为他的存在，魔兽和魔人才没有留意到我们。尽管面对如此多的魔兽，但是他并没有逃跑，他不允许任何一个怪物靠近我们。虽然刚刚他将树人抛向空中，但却是为了远离魔兽的区域。这时众人才发现金泰贤的目的，瞬间被感动的流下眼泪，因为金泰贤一开始就是一心只想着拯救他们。就在此时，金泰贤用锁链牢牢锁住了魔兽的脖子，下一秒就将他们砸向地面，口中大喊：你们特喵的闭嘴！众人不禁对金泰贤的行为感到疑惑，他不是来解救人质的吗？只见金泰贤口中呢喃道：你们这些人挡住了我的去路，这些魔兽才会不停的过来，我不能再做蠢事了。这话一出，所有人大惊失色，尼鲁更是得意的大笑了起来。你这是要放弃了吗？只见金泰贤再次大喊：所以请快点结束吧，玩家朴武恩。就在这时，空间门管理部的大门被打开，小胖的身影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。抱歉让你等了那么长的时间，现在马上开始。原来就在金泰贤打败梁平的时候，小胖也及时赶到那里。
看着梁平的尸体，不禁感到疑惑。金太贤解释，他们安保的人实际上与魔人沆瀣一气，现在空间门管理部可能到处都是被毒蛇召唤出来的怪物，与他们进行决斗并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。但是如果怪物们看到这一幕，他们不可能不做任何事，肯定会把人质卷入其中。所以金太贤说出了自己的计划，前提就是小胖的空间门操控技能。但是空间门操控必须要知道2个空间的连接点，否则不可能将东角和协会连接起来。金太贤却表示没有关系，因为我只想把魔兽传送出去。接着无数的空间门打开，金太贤一开始目的就不是解救人质，只是想将魔兽聚集在一起。此刻他们便不受控制地吸附了过去。恼羞成怒的尼鲁恼羞成怒地大喊：“你这混蛋在做什么？”双暗锁玩家大战一触即发，东角拍卖会之战再次迎来升级，对方更是召唤出 S 级魔兽骸骨魔龙，关键时刻捕食技能竟作用失效，金太贤性命危在旦夕。就在不久前，金太贤利用声东击西的战术骗过了尼鲁，借助朴武恩的空间门操控技能将魔兽随机传送离开，尼鲁只能恼羞成怒，疯狂咆哮着。此时现场空无一兽，紧接着金太贤便连忙让小胖带众人逃离。小胖明显一愣，他居然要单独挑战对方。虽然他不愿意就这样逃离，但他知道自己根本无法插手西玩家之间的战斗。然而另一边的尼鲁早已准备发起猛烈的攻击，气急败坏地大喊着金太贤的名字。因为他的原因损失了如此之多的魔兽，小胖此时连忙带着众人离开空间门管理部。只见尼鲁单手抬起，身后竟幻化出一条火蟒，接着便对着金太贤爆射而去。躲闪不及的金太贤被正面击中，瞬间倒飞数十米，身后直接被砸出了一个大坑。无论你消灭了多少魔兽，拯救了多少人质，你都无法打赢我。接着便召唤出了数头魔兽，既然你亵渎了神明，那就只能去死。话音刚落，尼鲁身后的数头魔兽就冲了过去。只见金太贤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，少在这里胡言乱语，你才是该死的人。接着将手抬起，一股红色死亡气息蔓延开来，下一秒一头红龙爆射而出，直接将尼鲁的魔兽吞噬殆尽。尼鲁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不敢相信他竟然隐藏了实力。本以为这一击就能结束的金太贤却愣住，古时的力量居然在准备接触到尼鲁时就消散了。只见尼鲁双手合十，旁边的手下瞬间痛苦哀嚎了起来，接着便开始慢慢消散。另一边，拦在小胖众人面前的魔人也发生了同样的状况。金太贤怎么也没想到，他竟用自己手下作为祭品，吸收了生命力的尼鲁身后逐渐凝聚成一个血球，在金太贤惊恐的目光下，下一秒竟变成一头 S 级的骸骨魔龙。与其同时，自身的捕食力量正在逐渐减弱，古龙口中凝聚成一股强大的绿焰，金太贤瞬间被击飞出楼层之外，失去控制的身体不停往下坠。看到狼狈的金太贤，尼鲁止不住的大笑起来，龙是不可战胜的。见状，金太贤连忙施展锁链技能，一击击穿身旁的楼层，顺势一跃而进，好不容易稳定住了身形。可此时古龙已然来到他眼前，一个冲击再次猛烈地将他推向空中，在古龙的破坏下，楼洞开始坍塌。没有支撑点的金太贤不断受到古龙的撞击，抓到机会的他再次发动捕食技能，可仍然对古龙毫无作用。古龙口吐带着毁灭气息的绿焰，金太贤此时无法回避，再次受到重击，爆炸声响彻了整个海域。尼鲁凭借空中优势掌握了主动权，以胜利者的姿态看着毫无招架之力的金太贤，他也没想到他居然能够在这一击下存活下来。千钧之际，金太贤利用锁链技能将自己悬挂在外墙，可此时的他早已精疲力竭，口中不停喘着粗气。突然，尼鲁竟不讲武德改变了攻击目标，操控龙尾甩向小胖众人。原本失效的捕食技能竟爆发强大的魔力，男人承受不住强悍的力量，身体开始崩坏。上方却出现了滔天的魔雾，一股阴浓的气息笼罩了整个天空。此时尼鲁看着毫无招架之力的金太贤，他也没有想到他能够在这一击下存活下来。而金太贤此时早已精疲力竭，连动一根指头都疼痛不已。对方很强，即使在全力捕食之后才能勉强阻止，但是他也知道对方也是使用了某种力量，此刻也必然已达到了所能承受的极限，只要能够拖延一段时间，自己就还有机会。但尼鲁好像看透了他的想法，正面对决对你并没有好处，你现在就是强弩之末在拖延时间，这或许是个不错的战术，但是你这种小把戏对我没用。接着便朝着小胖等人所在的地方飞去。小胖众人惊恐着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只见古龙的尾巴快速地向他们袭去，整个楼层直接被拦腰截断。另一边，玩家协会终于找到了东角的坐标，东角的空间门连接完成，但问题是只有新 H 国一个国家完成连接，现在盲目过去只会将自己陷入危险之中。话音未落，朴成镇便打断了他，随即便带着精英玩家小队进入空间门。烟尘消散后，众人早已倒地不起。小胖恍惚中感受到了有人在前面，千钧之际，金太贤进过来抵挡住了攻击，他再次使用了捕食力量，两股强大的力量猛烈地撞击在一起。尼鲁哈哈大笑，他早已预料到金太贤会做出这样的选择。突然绿焰的能量瞬间猛增，金太贤始终在顽强的抵御，小胖让他不要顾及他们。话音未落，金太贤就制止了他。他知道现在根本无法与古龙正面对抗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到他的极限，在此之前绝不能放弃。可此时的他早已油尽灯枯。突然一道声音响起，我再也不能忍受了。金太贤疑惑地回头看，
他还以为是小胖说的话。就在他疑惑声音的来源时，古诗技能等级暂时被重新调整，技能等级上升至 A 级，技能等级上升至 S 级，技能等级上升至 SF 级，魔力还在不断持续的上升，技能等级升至 3S 级。即便达到了 3S 级，古诗能量依旧在持续攀升，愈发强大。可此时的金太贤根本无法承受这股力量，身体开始出现了裂痕。他现在也知道刚刚的声音是谁了，君王竟把他的力量给了自己，可他心里却在怒骂，这太荒谬了，现在这样死的毫无意义。此时身体开始逐渐崩坏，接着便倒了下去。尼鲁感受到了这股强大的能量，他也没想到金太贤的技能竟如此狂暴，但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他明明倒下了，为什么技能却没有停止。可他没有就此结束，就在古一接触在金太贤的瞬间，就被一股魔力斩断。尼鲁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击，而此时金太贤却站了起来，他的上方更是出现了巨大滔天的3头魔兽，周身弥漫着深不见底的魔力。尼鲁此时在他面前犹如蝼蚁一般，口中呢喃这到底是什么？此时金太贤呵呵一笑，你说你是神，这就是一个笑话。原本已经断裂的手如今奇迹般的再次生长。尼鲁惊恐着看着这一幕，你到底是谁？金太贤只说了句你已经死了，接着一道道魔力向他袭去，原本平静的画面下一秒竟爆炸开来，尼鲁瞬间湮灭在空中，以获得新的技能与恶魔契约。男人怎么也想不到竟遭到捕食力量的反噬，所有技能对着自己无差别攻击。在金太贤击杀魔人首领之后，意识也来到了一个黑暗空间，突然数根锁链急速向他飞去，瞬间将他牢牢锁死，数块石块已砸了过去，接踵而至的是骑士王的霸气。口吐番茄酱的金太贤也明白了这些都是自己的技能，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所有的技能都攻向了自己。上方突然出现一道道红色圆环，犹如一只深邃的眼睛。接着一道声音传来，你的技能什么时候这些变成了你的力量了？金太贤一脸的难以置信，话音刚落，一只黑色的魔物慢慢涌出，下一秒张开血盆大嘴就要将金太贤吞噬。此时他被锁链牢牢锁住，无法动弹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。画面一转，金太贤在医护室醒了过来，原来刚刚的一切都是梦，但又如此的真实。自己在战斗中崩溃的右手此时却恢复如初。朴成镇的到来打断了他的思绪，从他的口中得知梁平最终被逮捕。在此次恐怖袭击中，大部分人都存活了下来，担心金太贤的人来了又走，场面非常热闹。医护人员也表示他的身体体征并无问题，可金太贤对此并不关心，看着自己痊愈的右手陷入了沉思。他现在只想知道自己昏迷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朴成镇一改严肃的表情，原来在金太贤完成击杀尼鲁之后，小胖知道眼前的男人并不是真正的金太贤，男人只是一转身，伴随着周身散发着恐怖的气息，这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让小胖动弹不得，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，下一秒就口吐番茄酱瘫倒在地。接着男人自己一个人喃喃道，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吗？只能暂时这样了。说完就倒了下去。就在此时，朴成镇等人也赶到了这里，确认了在场的幸存者，虽然每个人都失去了意识，但并没有生命威胁。看着破败不堪的大楼，朴成镇也很想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可即使等到所有幸存者醒来后询问，他们都只记得金太贤试图阻止尼鲁的攻击，没有人能够记起当时的细节，仿佛有股力量干扰了他们的记忆。而朴成镇也只能将这种事归咎于魔人，随后让金太贤照顾好自己就离开了。只有金太贤他自己知道，这种事不大可能是魔人做的，自己的手臂由于过度使用消耗而崩坏，但现在却不知为何能够完好如初。看到新获得的技能后愣住了，与恶魔签订契约，可以打开深渊之门，所需魔法值200点。此时林雅英也来到这里看望金太贤，消失了几集的林雅英终于出现了，同样也晋升为 S 级玩家。明明是让工会死伤无数的双重副本，可会长却把突袭任务当作一场约会。在金太贤完成击杀尼鲁之后，昏迷的他被带到了玩家协会专属医院。他也没有想到林雅英竟会来看望自己，可下一举动把他吓了一跳，直接用水果篮将桌上的面包砸得稀巴烂。即使是击败了2个 S 级玩家的金太贤，此时也变得手足无措。林雅英拿起一个苹果，自言自语了起来：“听说你在东角袭击事件中救了很多人，还同时面对2名 S 级玩家，但别趾高气昂的，我一定会追上你的。”话音刚落，手中的苹果就变得稀碎。被溅得一身苹果的金太贤连忙询问：“所以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？”心里不由得心想需不需要报警。林雅英气的身体不由自主的微微颤抖。听说金太贤受伤才来看望他，但现在就像是完全没事的样子，而且还看不明白他身上那不可思议的光环。现在两人的差距根本就没有缩短，可一想到当时玩家测试的举动，就不由得脸红起来。刚想问他为什么要那样做时，却被一阵开门声打断了。两人同时看向了进门的方向，来人竟是林雅英的姐姐刘雅英。林雅英很好奇为什么自己的姐姐会有房门的密码，刘雅英对她喊自己为姐姐很是不悦。由于是玩家协会提供的房子，因此很容易就知道房门密码。只见刘雅英邪魅一笑，下一秒就搂住了金太贤。林雅英看到这一幕不禁有些脸红，但还是质问他想干什么。刘雅英顿时一脸震惊，你们2个 S 级玩家独处一室，这是犯罪。可林雅英看来他们2人都是未成年，哪门子像是犯罪。而这边金太贤也挣脱了刘雅英。金太贤知道他只是在开玩笑，如果是关于加入工会的话就不要来了，
我已经拒绝了好几次了。刘雅英实际上只是想着来看望金泰贤，并带给他一个礼物。他知道金泰贤的目标是亚洲友谊赛，可即使算上东角袭击事件的贡献值，也只能排第30名，可只有排名前5才可以参赛，所以他仍然需要一个很大的贡献分。刘雅英这次来的目的就是给他一次机会。火之神殿双重副本。此时东角的海域上出现了一艘船体，东角大楼因结构被破坏导致全部崩塌。手下汇报未能确认尼鲁是否幸存，是否需要向老板汇报此事。为首的面具男却不以为然，毕竟尼鲁只是一个雇佣兵而已。现在目标已经达到，就在想着继续说对金泰贤很感兴趣时，突然一艘军舰出现在他们的眼前，船员举着喇叭大喊，只有东角调查人员才能进入此处，可下一秒便跌落至海中。面具男只是一个响指，周围空间就发生了爆炸，整艘军舰被倾覆坠入海底。另一边，金泰贤来到了夜行者工会参加突袭任务，因为双重副本以及东角袭击事件，金泰贤也成为了新韩国的顶级新秀。刘雅英表示，即使他加入突袭小队，但奖励和队伍的分配还是由他来决定。金泰贤对此并没有意见，只是觉得他竟会把火之神殿的通行权给了自己。火之神殿因副本入口像一团火焰而得名，是国家的第2个双重副本。在回归之前，夜行者工会虽然成功进行了突袭，但他们却遭受了几乎彻底的毁灭。这一次虽然自己身体崩坏，力量和耐力显著下降，但是有了 S 级玩家刘雅英的加入，以及夜行者工会这支队伍，像这样的双重副本突袭任务肯定不会失败。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眼前的那些人都是非参与者，实际参加突袭任务的只有2人。众人纷纷叮嘱金泰贤要照顾好工会会长。金泰贤很疑惑为什么只有他们2人。刘雅英的回答让他一脸黑线，因为这是和他的约会。